今天我想和你探讨一个可能让人深思的话题：如何才能精准地、稳定地、无可挽回地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请先别急着离开，也别忙着在心里吐槽我一大早就在传播负能量。恰恰相反，这个看似荒谬至极的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能让你在人生路上悄悄开挂的核心秘密。这个秘密来自一位智慧巨人——查理·芒格，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一位直到99岁生命尽头都还在疯狂学习和思考，被世人誉为长着两条腿的图书馆的传奇人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智慧，几乎都浓缩在了一本有点厚但绝对值得你反复钻研的奇书里。这本书就是《穷查理宝典》。在豆瓣上有上万人打出了近9分的高分，但你可千万别被"宝典"这2个字骗了，以为它是什么武功秘籍或者炒股指南。这本书跟那些教你3个月财富自由的速成鸡汤完完全全不是一回事，它更像是一本人生反脆弱说明书，或者叫聪明人避坑指南。它不直接教你怎么一步登天走向成功，因为每个人的成功都太复杂，充满了运气和不确定性，很难复制。但它教给了我们一个更底层、更厉害的本事，那就是如何清清楚楚地识别出那些能让你一跤摔到谷底，甚至粉身碎骨的大坑，然后优雅地绕开它们。你想想看，人生的赛道其实很长，只要你能比你身边的人少掉进几个致命的坑，你不就自然而然地跑到他们前面去了吗？这就是查理·芒格智慧的真正精髓。与其费尽心机去追求如何变得聪明，不如先下大力专注于如何避免持续犯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这本《穷查理宝典》给自己的大脑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升级。在开始这场大脑升级之旅之前，我们首先要为自己的思维系统安装一套芒格本人最核心、最倚重的底层操作系统——多元思维模型。我知道多元思维模型这6个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大学课堂上那种能让你秒睡的学术词汇？别怕，我们今天不讲理论，只讲故事。请你先回想一下，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跟一个人沟通，感觉俩人说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明明是同一个问题，他就是理解不了你的点。或者你面对一个棘手的工作难题，绞尽脑汁，感觉自己的脑子就像一团浆糊，怎么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芒格会告诉你，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你大脑里的工具箱太空了。他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是这么说的：对于一个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他看什么都像一颗钉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直是太真实了。你打个比方，一个会计师，他看一家公司，可能满眼都是资产负债表、利润现金流，他会觉得只要把数字理顺了，公司的问题就解决了。一个搞市场营销的，他看同样一家公司，可能满脑子都是品牌定位、广告投放，他认为只要名声打出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一个程序员、工程师呢，他可能觉得，你们说的都太虚，核心问题就是产品功能还不够强大，代码还有 bug。你看，会计师的锤子是财务，营销员的锤子是品牌，程序员的锤子是技术。他们每个人都拿着自己最熟悉的那把锤子，气势汹汹地想去砸开所有的问题，结果往往是把问题搞得更糟，或者干脆就砸在了墙上。因为真实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颗孤零零的钉子，它是一个由无数个螺丝、铆钉、榫卯、粘合剂组成的极其复杂的结构体。你想用一把锤子就搞定一切，那不是解决问题，那是在耍流氓。所以，芒格提出的多元思维模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方案。这个方案的本质很简单，也别只带一把锤子了，赶紧去扩充你的大脑工具箱。你必须要有意识地从人类各个重要的学科里去收集那些最核心、最基础也最强大的思维工具，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一张强大的思维模型网格。当这张网足够密集、足够坚韧的时候，你再去捕捉现实世界里的问题，就能看得比所有人都更清晰、更全面。那么，我们的工具箱里到底该放进哪些神兵利器呢？芒格老爷子给我们开了一张长长的清单，我们挑几个最重要的来看看。首先，你必须得有一套心理学的工具，因为你要跟人打交道，就得懂人性。你得知道人的大脑在什么情况下会兴奋、会恐惧、会非理性、会从众，这等于拿到了一本人类通用说明书。然后你得懂一点基础的物理学和数学，比如物理学里的临界点模型，就像烧水一样，烧到99度都不是开水，但只要再加1度，它就沸腾了。很多事情的成功都需要突破那个临界点。再比如数学里的复利模型，每天进步1%，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时间一拉长，那个增长曲线会让你目瞪口呆。你还得从生物学里借一个生态系统模型，让你明白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社会都像一个热带雨林，里面有竞争、有共生、有淘汰，所有物种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当然还有历史，历史就是一座巨大的案例库，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在那摆着，等你免费学习，能让你少走无数的弯路。我知道听到这你可能有点晕，觉得要学这么多东西也太难了吧？其实芒格的意思不是让你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智慧的通才。你不需要会解复杂的微积分，但你得理解复利的力量。你不需要懂基因测序，但你得明白进化论里适者生存的道理。你只需要掌握每个学科里那1-2个最精华、最能解释世界规律的核心思想，然后把它们用起来。我们来举一个最生活化的例子，你就瞬间明白了。
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身体越来越差，你想劝他去运动健身，这时候大部分人手里的锤子是什么？是讲道理。你会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运动对身体好啊，能预防疾病，能让你更有精神。结果呢，他八成会一边点头说知道知道，一边反手又开了一局游戏。这就是单模型的溃败。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多元思维模型工具箱，看看高手会怎么做。首先，他会拿出心理学这个工具，他知道人性是趋利避害、厌恶损失的，单纯讲道理没用，得用奖励与惩罚模型。他会说，我们打个赌，你跟我去健身房锻炼1个月，如果坚持下来了，我送你一套你最想要的那个游戏的皮肤；如果没坚持下来，你得请我吃1个礼拜的晚饭。你看，这就比干巴巴的说教有趣多了，有了具体的激励。接着，他又拿出了社会学的工具，运用了社会认同模型。他知道人是群居动物，一个人很难坚持。他会说，别一个人练了多没意思，我找了另外2个朋友，我们建个群，每周去3次，谁不去就在群里发红包。你看，有了同伴的压力和鼓励，坚持下去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然后他甚至会用上物理学的惯性模型，他知道从静止到运动是最难的，所以他会想办法降低启动门槛。他说，第1天不去健身房，就换上运动鞋，下楼溜达10分钟怎么样？这个总不难吧？一旦动起来了，克服了初始的静摩擦力，再想让它停下来就难了。最后，他还会用上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模型，在朋友耳边吹风。你想想，你每天花2小时打游戏，爽是一时的，但这2小时如果用来锻炼，1年后你可能就有腹肌了，到时候追女生的成功率都高很多，哪个更划算？你看，同样是劝朋友健身这一件事，一个只用讲道理这把锤子的人大概率会失败，而一个综合运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多种模型的人，他的成功率会指数级的提升。他不是在劝说，他是在设计一个精密的、符合人性的行为系统。这就是多元思维模型碾压式的威力，它让你从一个平面的、单线条的思考者，瞬间升级成一个立体的、多角度的决策者。所以从今天起，别再满足于自己手里那把熟悉的锤子了。去读书，去学习，去跨界，去主动为你那个空空如也的工具箱里添置几件趁手的兵器吧。这就是我们通往智慧的第1步，也是最坚实的一步。当然，拥有一个装满工具的工具箱只是开始。在所有这些工具之中，芒格还有一个他个人最偏爱也最推崇的万能钥匙。这个工具是如此的强大，又如此的反直觉，以至于它几乎能颠覆我们看待所有问题的方式。它就是逆向思维，你也可以管它叫凡事反过来想大法。这个思维方式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不就是反过来想吗？但它的威力可能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因为它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你看，从我们上学开始，老师和家长问我们的问题都是正向的，你要如何才能考到全班第一？工作了，老板问我们公司要如何才能实现增长，打败竞争对手？我们自己焦虑的时候，问自己的也是，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这些都是正向思维。它让我们朝着一个光芒万丈的目标去规划路径，去努力奔跑，这本身没什么错。但问题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是模糊不清、险峻密布的，而且充满了无数的变量和运气成分。你很努力，但可能方向错了；你方向对了，但可能时机不对。而逆向思维就是让你从这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思维模式里潇洒地跳出来。它让你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想我如何才能成功，而是调转180度去问自己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如果我想要彻底的、无可救药的失败，我该怎么做？对，你没听错，就是去思考如何才能搞砸一切。芒格有一句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实际上智慧含量爆表的名言。他说：“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了。”你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他不是在研究怎么才能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这个目标太虚无缥缈了，他是在研究人是怎么死的。哦，原来抽烟酗酒、暴饮暴食、长期熬夜、开车不系安全带、去危险的地方瞎晃悠，这些事情会大大增加死亡的概率。那结论不就出来了吗？太简单了，只要我把所有这些明确的会导致死亡这个糟糕结果的蠢事全部从我的人生清单里划掉，我虽然不能保证自己活到200岁，但我活到90岁的概率是不是就一下子大大提升了？你看，通过避免失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走向了成功。这就是逆向思维最核心的魔力，避开深坑，剩下的路自然就是阳关大道。这个方法在芒格和巴菲特的主场投资领域被运用到了极致。全世界的投资者每天都在疯狂地寻找下一只10倍股，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向思维难题，难度堪比大海捞针。而芒格是怎么做的呢？他反过来想，如果我想把我的钱全部亏光，我应该去买什么样的公司？这个问题一提出，答案简直是太清晰了。去买一家产品没人要，欠了一屁股债，管理层不诚实，天天烧钱却没有利润，还在一个夕阳行业里苦苦挣扎的公司，这不就能保证你亏得底裤都不剩了吗？好了，现在芒格的投资原则就变得异常简单，把所有具备这些失败属性的公司全部拉入黑名单，碰都不碰一下。
那么，经过这轮排雷之后，剩下的那些公司虽然不一定个个都是未来的超级巨星，但他们至少都是正常人，他们活下去并且发展壮大的概率，就天然的比那些雷区里的公司高出无数倍。你看，找到伟大很困难，但避开愚蠢是不是就简单多了？这个强大的思维外挂，我们普通人完全可以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你正在做职业规划，你问自己：我如何才能拥有一份成功又幸福的事业？这个问题太大了，能把你问焦虑了。现在我们把它反过来，什么样的情况能100%的毁掉我的职业生涯，让我在工作中痛苦不堪？答案立刻就变得具体起来。第一，做一份你从心底里厌恶的工作，每天上班如上坟。第二，跟一群你既不信任也不尊重的人共事，天天勾心斗角。第三，待在一个没有任何前途、正在被时代淘汰的行业里。第四，好几年都不学习任何新东西，让自己变成一个随时可被替代的活化石。第五，做人做事毫无信誉，答应的事做不到，总是拖延和掉链子。好了，你的职业规划是不是瞬间就清晰了？你只需要坚决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去避免上面这5条职业自杀指南。只要你不掉进这些坑里，你的职业生涯就算成不了传奇，也绝对差不到哪里去。再举个轻松点的例子，你想办一个让朋友们都开心的家庭派对，正向思维是：我怎么才能办一个史上最牛的派对？你可能会为请柬的颜色、背景音乐的风格这些细节纠结到头秃。现在我们反过来想，一个糟糕透顶的派对是什么样的？那太简单了，食物和饮料很快就没了，让客人饿肚子，音乐声震耳欲聋，大家说话基本靠吼，主人只顾着自己忙活，全程愁眉苦脸，根本不跟客人交流，来的朋友互相不认识，只能尴尬的玩手机。好了，解决方案来了，食物饮料准备充足，宁多勿少，准备一个适合聊天的背景音乐歌单，提前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完，派对开始后就专心跟朋友们玩，主动在不同的朋友之间做介绍，创造话题。你看，你把所有这些能导致派对失败的因素都消除掉之后，一个气氛热烈、大家开心的成功派对，不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吗？所以，逆向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底线思维和排错思维，它让我们从对成功的虚幻想象中回归到对失败的冷静分析上。因为成功之路千万条，但失败之路往往就那么几个，而且清晰可见。当我们用多元思维模型，再配上逆向思维这个瞄准镜之后，我们就能精准地识别那些潜伏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地雷。而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规避这些地雷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导致我们失败的地雷，其实并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大脑里那些根深蒂固的、可笑又可悲的思维 bug 亲手埋下的。芒格花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和整理这些人类大脑的出厂设置缺陷，并总结出了一份包含25项内容的人类误判心理学清单。在下一部分，我们就将正式进入这个宝库，一起看看我们的大脑究竟会以哪些奇特的方式背叛我们自己。在上一部分，我们给自己装备了逆向思维这个超级强大的思维武器，但当我们用这面镜子反观自身的时候，却惊恐地发现，真正可能导致我们失败的，往往不是什么强大的对手或者恶劣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那颗充满了各种 bug、各种出厂设置缺陷的大脑。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打开这由查理·芒格为我们耗费几十年心血整理出来的人类大脑出厂 bug 清单，看看我们究竟是怎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己给出卖的。在开始之前，你首先要明白一点，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些心理学偏见，它不是某个人的缺点或者性格缺陷，而是全人类共有、写在基因里、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标准配置。它们就像你电脑后台的自动运行程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的每一个判断和决定，而你作为电脑的使用者，很多时候甚至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芒格之所以要费这么大劲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看清这些 bug， 从而在关键时刻能有意识地抵抗它们，夺回对自己思想的控制权。好了，让我们来看第一个，也是芒格认为最基础、威力最大的一个 bug： 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绕口，但它的意思简单粗暴，就是8个字：趋利避害，天经地义。芒格有句名言，他说：永远别低估激励措施的威力，你给我看激励措施，我就能预测出最终的结果。这句话的分量比你想象的要重得多，因为人类乃至所有动物在本质上都是激励驱动的生物。谁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跟谁亲；什么能让我免受痛苦，我就做什么。这个原则简单的像物理定律一样可靠。书里讲了一个联邦快递的经典故事，你一听就明白了。早年的联邦快递一直被一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他们的夜班工人负责在午夜时分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分拣好，装上飞机，然后飞往下一个城市。但工人们总是磨磨蹭蹭，效率低下，导致飞机经常晚点，整个公司的运营节奏都被打乱了。公司的管理层想尽了办法开会、动员、道德说教，甚至严厉批评，但都没用，工人们还是我行我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激励制度是按小时发工资的，你只要在岗位上待够8小时，就能打满全薪。那你告诉我，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理性的工人，他的最佳策略是什么？当然是慢慢悠悠的干，反正干得再快也得熬满8小时才能走。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
后来，联邦快递里终于出了个天才，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我们别按小时发工资了，我们按班次发工资。不管你工作几个小时，只要你把今天这个班次的包裹全部分拣完了，你就可以直接下班回家，工资一分不少。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奇迹出现了，这个制度一实行，之前那种懒散的氛围一夜之间消失了，整个夜班分拣中心变得像一个高效运转的精密机器。工人们为了能早点下班回家，开始主动想办法提高效率，互相帮助，甚至发明了新的工作流程。原先需要耗8个小时才能干完的活，他们3-4个小时就干完了。从此，联邦快递飞机的晚点率大幅度下降。你看，同样的一群人，同样的工作，仅仅是改变了激励的方式，结果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奖励和惩罚倾向的威力，它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深刻地操控着人们的行为。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人和事，别急着去评判他的道德，你先去分析一下他所处的激励系统。那个总是给你推荐某款理财产品的银行经理，可能是因为卖这款产品他的提成最高。那个平时不爱学习的孩子突然开始用功了，可能是因为他想考个好成绩，换一部新手机。看透了激励，你就看透了人性的一大半。好，说完了第一个 bug， 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 bug 同样非常普遍，而且温馨又危险，它叫做喜欢热爱倾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产生一种天然的不讲道理的偏爱。这种偏爱会像美图滤镜一样，自动美化对方的一切，同时屏蔽掉对方所有的缺点和问题。你一旦喜欢上了某个东西，你的智商就会自动下调20%。这个倾向在生活中简直是无处不在，最典型的就是品牌的粉丝文化。比如，为什么有的人会愿意彻夜排队去抢购一部新款的苹果手机，哪怕它的提升微乎其微？为什么有些品牌的车主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在网上跟所有说他们车不好的人吵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决策了，这是一种热爱。因为喜欢，所以他们会主动为自己喜欢的品牌寻找优点，为它的缺点进行辩护，甚至把拥有这个品牌当成是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种情感归属和自我标签。商家和销售人员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bug 的大师。一个高明的销售，他不会一上来就跟你介绍产品有多好，他会先想方设法让你喜欢上他这个人。他会夸你的穿着有品味，会跟你聊你家乡的美食，会找到跟你共同的爱好，甚至会模仿你的身体语言和说话方式。一旦你从心底里觉得，嘿，这小伙子不错，我挺喜欢他，那么好了，这个喜欢热爱的 bug 程序就已经启动了。接下来你会更容易相信他说的话，也更容易接受他推荐的产品。著名的好警察、坏警察审讯策略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那个对你和善、关心你、给你倒水的好警察，就是在想办法触发你的喜欢倾向，让你放下防备。在亲密关系中，这个倾向就更明显了。我们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就是因为喜欢这层厚厚的滤镜，把对方的缺点全都虚化了。你可能都见过这样的朋友，他明明找了个大家都觉得不靠谱的对象，但在他眼里，对方的那些缺点，比如懒惰、不求上进，都成了他只是比较佛系、比较淡泊名利的优点。这不是他在自欺欺人，而是他大脑里的喜欢热爱程序正在全力运转，保护他这段感情不受外界信息的干扰。所以这个 bug 提醒我们，当你对某个人、某个观点或者某个产品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喜爱之情时，一定要在心里拉响警报。你要提醒自己，等一下，我是不是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才忽略了他可能存在的问题？你需要有意识地逼自己去寻找一些反面的证据，或者去听听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是怎么说的。这样做才能让你从那种感性的被荷尔蒙支配的狂热中稍微冷静下来，回归到理性的判断上。好了，这部分我们解剖了大脑的2个重要 bug， 一个是驱动我们一切行为的底层逻辑，奖励和惩罚倾向；另一个是让我们戴上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喜欢热爱倾向。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行为和情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自主和理性。当然，大脑的 bug 远不止这些。既然有喜欢，那必然就有它的反面。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又会启用怎样一套同样强大、同样会扭曲现实的程序呢？当我们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又会采取哪种最省力的偷懒模式呢？在下一部分，我们就将继续这场刺激的大脑 bug 抓捕行动。在上一部分，我们刚刚见识了大脑喜欢程序那强大的美图滤镜功能，它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为热爱的事物智商下降。那么现在，我们就必须来会一会它那个充满暗黑力量的双胞胎兄弟，一个同样能让我们瞬间智商掉线的强大 bug 讨厌憎恨倾向。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揭秘一个可能是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也最容易被别人利用的思维捷径——社会认同倾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众心理。我们先说这个讨厌憎恨倾向。如果说喜欢是给我们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眼镜，那么讨厌就是给我们戴上了一副哈哈镜，它会把你讨厌的人或是扭曲成一个极其可笑又丑陋的形象。这个 bug 一旦被激活，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执行以下几条指令：第一，无视你所讨厌对象的一切优点和事实；第二，极度放大你所讨厌对象的一切缺点和瑕疵；第三，把一切中性的信息都解读为对你有利的负面信息。
简单来说就是，一旦你讨厌一个人，那么他说地球是圆的，你可能都想反驳一句，那也不一定，有的地方是平的。这个倾向是互联网上无穷无尽的争吵和撕逼行为最底层的心理根源。你仔细回想一下，当你在网上为了一个话题，比如你支持的球队和他支持的球队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你真的在乎事实和逻辑吗？不，你不在乎。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对方言语里的漏洞，集中在如何用更尖酸刻薄的语言去攻击对方。你的唯一目的已经不是探寻真理，而是赢得战争。在这种讨厌模式下，你的大脑对新知识和不同观点的大门是完全关闭的。你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只会让自己的偏见越来越深。在更大尺度上，这种倾向是造成群体撕裂和政治对立的罪魁祸首。很多人支持或者反对一个政策，根本不是因为他们认真研究了政策本身的好坏，而仅仅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我支持的还是我反对的那个阵营推出来的。只要是敌人赞成的，我就要反对；只要是敌人反对的，我就要赞成。观点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站队。这种非黑即白的不足思维，就是讨厌、憎恨倾向在社会层面的恶性发作，它让我们失去了理性探讨问题的能力。所以，芒格给我们的解药是什么呢？非常反人性，但极其有效。他要求我们必须有意识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去寻找我们讨厌的人或是身上的优点。你能不能列出你最讨厌的那个同事的3个优点？你能不能在你完全不认同的那个观点里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逻辑点？这个过程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和不适，因为这相当于让你自己跟自己大脑里的自动程序对着干。但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你才能挣脱讨厌这个情绪的牢笼，真正做到就事论事，而不是因人废言。说完了这个让人充满负能量的讨厌 bug，我们再来看一个更隐蔽也更普遍的社会认同倾向。我们的大脑其实跟我们人一样，本质上是非常懒惰的，因为思考，尤其是深度思考，是一件极其消耗能量的事情。所以，为了节能，大脑进化出了一套偷懒的快捷方式，其中最常用的一个就是社会认同。当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看看周围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然后跟着做，总不会错得太离谱。这个机制在远古时代是救命的法宝。想象一下，你和你的部落祖先在草原上，突然你身边所有人都拔腿就跑，虽然你既没看到狮子，也没听到虎啸，但你这时候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当然是跟着大家一起跑。因为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跑呢？你可能就成了狮子的午餐。所以跟着大家做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生存本能。但在现代社会，这个本能 bug 就经常让我们做出各种傻事。最简单的例子，你和朋友去一条陌生的小吃街，看到2家紧挨着的奶茶店，一家门口排着长队，另一家空无一人，你下意识会去排哪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排队的那家，为什么？因为社会认同告诉你，这么多人排队，说明这家肯定更好喝。但事实可能仅仅是那家店请了托，或者只是在搞促销活动而已。你的决策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他人的行为。这个 bug 在商业上被利用到了极致。为什么购物网站总要标出销量第一，多少多少人已购买？为什么书的封面上要印上畅销100万册？为什么电视剧里要配上尴尬的罐头笑声？所有这些都是在利用你的社会认同倾向，给你制造一种大家都在买、大家都觉得好笑的群体氛围，从而诱导你做出同样的行为。而在金融市场里，这个 bug 的破坏力会被放大到极致，它会引发巨大的泡沫和惨烈的崩盘。当一只股票开始上涨，赚钱效应吸引了第一批人，他们赚钱后又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研究了这家公司有多好，而仅仅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在赚钱，就闭着眼睛冲了进去。这就是社会认同引发的羊群效应，最终吹出一个巨大的泡沫。反之，当市场开始下跌，恐慌情绪蔓延，一小部分人开始抛售，其他人看到后也因为害怕而跟着抛售，最终就可能演变成踩踏式的股灾。在整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像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而那根丝线就是社会认同。所以，请你记住，当大多数人都在为某一件事狂热或者恐惧的时候，你一定要启动你大脑里的反病毒程序。你要冷静地问自己，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真的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核心信息，还是仅仅因为他们在互相模仿？真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并不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好了，我们已经见识了大脑因喜欢、讨厌和从众而产生的种种 bug。当然，这只是芒格总结的25条人类误判心理学清单中的一小部分。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展开，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原书，特别是关于这25个心理学偏见的完整章节，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感觉像是给自己的大脑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这么多坑，而世界又这么复杂，最聪明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芒格的答案是，与其在雷区里小心翼翼地排雷，不如从一开始就远离雷区。这就引出了他的另一个核心智慧——能力圈。在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看清自己的边界，并且只在自己的主场作战，以此守住你一生的平安和幸福。在上一部分的最后，我们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自带那么多 bug， 整个外部世界又像一个危机四伏的雷区，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样才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呢？
查理·芒格给出的那个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尽智慧的答案是：一个聪明人要懂得主动远离雷区。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要深入探讨的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核心智慧之一——能力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打破一个普遍的迷思。我们总以为那些成功的大佬，比如芒格和巴菲特，他们一定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懂的超级天才。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靠的不是无所不知，而是知其所不知。他们深刻地理解，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智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你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所以，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疯狂地去学习所有知识，而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极其诚实、极其清晰的认知，然后为自己画一个圈，这个圈就叫做能力圈。圈内是你真正擅长的，凭实力能比90%的人都理解的更深刻的领域，在这里你拥有绝对的主场优势。而圈外是那些你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懂的领域。芒格的智慧告诉我们，你人生的胜负不在于你的能力圈有多大，而在于你是否对你能力圈的边界有着清醒到近乎残酷的认知。你必须像一个边防哨兵一样，日夜守护着这条边界线，清楚地知道哪寸土地是你的国土，哪寸土地是别人的领地。在你的圈内，你要自信、果断、重拳出击。而一旦有任何事情超出了这个圈的边界，你就要立刻变得谦虚谨慎，甚至要学会坦然地说出那3个世界上最难说出口的字：我不懂。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我们到底该如何判断一件事究竟是在我们的能力圈之内还是之外呢？我们是真懂，还是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以为自己懂？这里有几个灵魂拷问，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的试金石。第一问，对于这个领域，我能不能用最简单、最清晰的语言把它讲给一个完全不懂行的外行听，并且让他听懂？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大概率不是真懂，你只是记住了一些复杂的术语。第二问，我能不能清晰地列出这个领域里主要的几种商业模式、关键的驱动因素，以及历史上最重大的几次失败教训？如果你对一个领域的坑在哪里都一无所知，那你离掌握它还差得很远。第三问也是最难的疑问，我能不能充满自信地与这个领域里最聪明的、持相反观点的人进行辩论，并且能有理有据地反驳他们？如果你连反对者的逻辑都无法理解和应对，那你的懂只是一种脆弱的、未经考验的幻觉。通过这几道拷问，我们才能慢慢地、诚实地为自己勾勒出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晰的能力圈。而比划定能力圈更难的是坚守在圈内，因为人性中那些强大的心理学 bug 会无时无刻的不再诱惑我们、拉扯我们、怂恿我们跨出那条安全的边界线。最常见的诱惑就来自于我们之前聊过的社会认同倾向和一种更隐蔽的羡慕嫉妒倾向。当市场刮起一阵狂风，比如前几年的元宇宙或者更早的各种风口，你看到身边那些你本以为不如你的人都因为投身其中而赚得盆满钵满，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是焦虑，是嫉妒，是害怕被时代抛弃的巨大恐慌。这时候你的理智会告诉你，我不懂这个，它在我的能力圈之外。但你内心的 bug 会大声尖叫，管他懂不懂，别人都在赚钱，再不冲进去就晚了。在人类历史上，无数聪明的本来可以在自己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就是因为抵挡不住这种错失恐惧症的诱惑，盲目的冲进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最终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累。另一个巨大的陷阱是过度自信，尤其是那些在自己专业领域里已经非常成功的人，最容易掉进这个坑里。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因为医术高超而备受尊敬，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我能征服手术台就能征服股市的幻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把自己的企业做得风生水起，就觉得自己可以对政治、艺术、科技等所有领域都指点江山。他们错误地把一个特定领域的能力泛化成了无所不能的自信，忘记了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外，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手。这种认知上的傲慢是导致无数聪明人做出愚蠢决策的根源。所以，坚守能力圈本质上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人性修行。它要求你在众人狂欢时能有承认自己看不懂的谦逊，在被别人嘲笑落伍时能有坚持自己原则的定力，在面对巨大诱惑时能有断然拒绝的勇气。芒格和巴菲特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预测对了每一次市场浪潮，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对自己看不懂的浪潮大声地说出"我们放弃"。这3个字在很多人看来是软弱，但在智者眼中，它闪耀着理性的光芒，蕴含着千钧之力。当然，坚守能力圈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一辈子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恰恰相反，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的人生项目就是在确保核心圈安全的同时，有纪律、有步骤地去学习和拓展自己能力的边界。那么，这个缓慢而坚定的拓展过程，它所需要的燃料和引擎又是什么呢？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了支撑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基石——学习，一个让芒格从一个普通律师最终成长为一代智慧宗师的根本秘诀。那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探讨的终身学习。让我们看看这件看似最朴素的事情是如何为拓展能力圈提供源源不断的、最强大的动力的。在上一部分，我们聊到要像一个贪婪的学习者一样，通过终身学习，把自己武装成一个能识别黄金机会的超级猎手。
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考验人性的问题随之而来：当你通过学习真的在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时，你该怎么行动？而在那些机会迟迟不出现，甚至长达数年的漫长日子里，你又该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查理·芒格给出的答案是极其反常识的，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现在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属于真正高手的顶级心法——关于耐心的纪律，以及那种什么都不做的大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度崇拜忙碌的时代。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闻鸡起舞，要争分夺秒。朋友圈里那些凌晨还在加班、行程表排得密不透风的人，似乎总能赢得最多的点赞。我们好像都得了一种错失恐惧症，生怕自己闲下来1分钟就会错过什么风口，就会被时代抛弃。我们就像一群焦虑的松鼠，每天都在上蹿下跳，忙着抓食每一颗能看到的坚果，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但最终可能也只是积攒了一小堆果子。但芒格告诉我们，真正顶级的猎手从来都不是这样的。顶级的猎手更像是一只在丛林里潜伏的老虎。老虎会把一天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休息、观察、养精蓄锐。他会看着那些小兔子、小鸟在面前晃来晃去，但他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为了这些小猎物而浪费宝贵的体力是得不偿失的。他在等，用极大的耐心在等一头真正肥美的、值得他全力一扑的鹿出现。而一旦那头鹿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他就会在瞬间爆发出自己积蓄已久的所有力量，用一次精准致命的扑杀锁定胜局。然后他又会回到那种平静的、近乎无为的潜伏状态，等待下一个重大机会的出现。这就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像老虎一样耐心潜伏，然后奋力一击。他们认为，真正能改变你命运的那种回报率极高的黄金机会，在人的一生并不会出现很多次。芒格甚至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你应该想象你的手里有一张决策卡，上面只有20个孔，你每做出一个重大的投资决策，就要在卡片上打1个孔。等你把这20个孔都打完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告诉你，你必须把你的每一次出手机会都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决策者，他绝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不。对那些看起来还行、有点诱人但又没那么好的平庸机会说不；对那些超出自己能力圈范围、自己看不懂的热闹说不；对那些会耗费你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回报却微不足道的烂事说不。每一次拒绝，都是在为你那真正重要的、值得你打孔的决策积蓄宝贵的弹药，你的资本、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这种纪律是极其反人性的，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好动的。什么都不做会让我们感到恐慌和焦虑，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浪费生命。但芒格的智慧恰恰在于他深刻的理解，在投资和人生中，你做的多不等于你做得好。很多时候，你做的越多，错的就越多。你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在各种投资品之间频繁买卖，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把你的本金都贡献给了交易所的手续费。那么，当那个像肥美的大陆一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真的出现时，又该怎么办呢？芒格的答案同样简单而粗暴。当你看准了这个机会，在你的能力圈之内，你对它的理解超过了市场上99%的人，而且它因为某些原因被严重低估了，那么你就不能只是唯唯诺诺的试一试，而是要拿出你全部的勇气，把车开过去，把麻袋装满。这就是老虎的奋力一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要怂，一把梭哈。当然，这个梭哈的前提是你已经经历了老虎那样漫长而又耐心的观察和等待，你对局势的判断已经有了极高的确定性。所以你看，芒格的这套心法其实是2种极端状态的结合体：极度的耐心和极度的果决。在99%的时间里，他像一个最保守、最谨慎的农民，守着自己的田地，什么都不做；而在那1%的关键时刻，他又会变成一个最大胆、最激进的将军，倾其所有发起总攻。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才造就了传奇。这个智慧不仅仅适用于投资，在你的事业上，与其为了每个月多1、2千块钱就轻易的跳槽，不如耐心的在一家好公司里深耕，等待那个能让你独当一面、真正实现职业跃迁的重大项目。在寻找人生伴侣时，与其不断地广撒网，不如耐心地提升自己，等待那个与你灵魂契合的人出现，然后用你全部的真诚去建立一段深刻的关系。当然，这种老虎式的决策模式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有点恐怖的挑战。既然每一次出手都是如此重要，都可能是打掉1个孔的重磅决策，那么我该如何确保我那酝酿已久的致命一击打出去的不是一个昏招，不是一个让我追悔莫及的惊天大错呢？尤其是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偏见和 bug 的情况下，我该如何保证我在做重大决策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芒格又从一个与投资和商业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借来了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但又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工具——检查清单。在下一部分，我们就将揭晓一张小小的检查清单是如何成为我们对抗愚蠢、保障决策质量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的。在上一部分，我们聊到了一个顶级高手会在漫长的耐心等待之后，对那个千载难逢的完美的大机会发动雷霆一击。但我们也留下了一个悬念，就在这个即将扣动扳机的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恰恰是你最脆弱、最情绪化、最可能犯下愚蠢错误的时刻。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自己的大脑装上最后一道安全带，来确保万无一失呢？现在，我们就来聊聊查理·芒格从他最推崇的航空业借鉴来的一个看似朴素但威力无穷的超级武器检查清单。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一个有着2万小时飞行经验、记忆炉火纯青的资深机长，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开飞机，但为什么在每一次起飞前，他和他的副驾还必须强制性地一条一条地念那个长长的、看似啰嗦的检查清单？是因为他们记不住操作步骤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整个航空业用无数血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终极真理：再牛的专家，再聪明的大脑，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和潜在的巨大压力下，都有可能忽略掉一个最基本却最致命的细节，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开关忘了开，可能是一个仪表的数据没看对。而在万米高空之上，任何一个这样的微小疏忽都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所以，检查清单这个工具，它的首要目的根本不是给新手用来学习的，恰恰是给那些顶级的专家用来对抗自己过于自信和惯性思维这个人性弱点的。它是一种纪律，是一种程序，它强制你在做重大决策前暂停你的直觉和情感，用一种最笨、最机械也最可靠的方式去确认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没有出错。芒格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投资决策的风险和复杂性一点也不亚于驾驶一架飞机。当一个巨大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你的贪婪会被瞬间点燃；当市场恐慌，你的恐惧会让你想要不计成本的抛售。在这些时刻，你的大脑其实已经被你的情绪和肾上腺素给劫持了。这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聪明才智，而是一个能让你冷静下来的外部工具。于是，芒格就为他自己建立了一套投资决策的检查清单。在他每一次准备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也就是准备打下他那20个孔的决策卡里的一个孔之前，他都会强迫自己像一个即将起飞的飞行员一样，把他那张长长的、包含了各种思维模型的清单在脑子里过一遍。这张清单就是把他前面我们聊过的所有智慧进行工程化、流程化的伟大工具。他把那些分散的智慧串成了一个可以严格执行的行动指南。那么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建立这样一套检查清单呢？当然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你不需要搞得太复杂，但你可以在每次做重大决策，比如决定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开始一段感情之前，拿出纸和笔，或者打开备忘录，像个侦探一样冷静地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项，逆向思维检查，我有没有认真的、严肃的从反面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要让这件事彻彻底底的失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对于这些可能导致失败的坑，我有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去规避它们？第二项，能力圈检查，这个决策是不是100%的、毫无疑问的落在了我的能力圈之内？关于这件事，我是真的知道，还是我仅仅是觉得我知道？我有没有被自己的傲慢和自负蒙蔽了双眼，误把未知当成了已知？第三项，心理学报个扫毒，我来给我的大脑扫个毒。我之所以想做这件事，是不是因为社会认同倾向在作祟？仅仅是因为看到我身边的人都在这么干？我是不是因为太喜欢那个向我推荐这件事的人，所以无条件的信任他所说的一切？或者反过来，我是不是因为太讨厌某个反对我的人，所以才故意要跟他对着干？第四项，激励机制检查，在这件事里，所有参与方的真实激励机制是什么？那个向我兜售这个想法或产品的人，他的利益和我真的是一致的吗？他是不是因为有别的提成或好处才这么卖力？我自己内心深处想要做这件事的真正动机又到底是什么？第五项，耐心与机会成本检查，这真的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完美的、不容错过的机会吗？它真的值得我打下人生决策卡上那宝贵的20个孔之一吗？还是说我仅仅是因为焦虑、不耐烦或者害怕错过，而选择了一个还行但并非最佳的选项？你可以把这份清单当做一个起点，最重要的是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往里面增加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检查项目、检查清单。这个工具，它可能无法保证你每一次决策都100%正确，但它能像一个最忠诚、最理性的朋友一样，在你最头脑发热的时候拉住你的手，让你慢下来，想清楚，从而帮你规避90%以上因为愚蠢、疏忽和冲动而可能犯下的致命错误。好了，我们关于穷查理宝典的探讨到这里也即将结束。在最后，你可以退后一步，重新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再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智慧，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个时代崇尚快，信息要快，成功要快，反馈要快。我们被热搜算法和无穷无尽的噪音推着走，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难以进行深度的思考。而查理·芒格的智慧体系几乎每一条都是对这个喧嚣时代的逆行，它像一剂强力的、或许有点苦口的清醒解药。这个世界要你快，芒格却叫你要耐心，像鳄鱼一样潜伏，等待那致命一击的机会。这个世界用碎片化的信息轰炸你，芒格却教你要坐下来终身学习，去读那些厚重但能构建你思想体系的大部头书。这个世界要你紧跟潮流，追逐风口，芒格却教你要深耕自己的能力圈，对不懂的热闹保持敬畏。这个世界用社会认同裹挟你，让你害怕与众不同，芒格却教你要用独立的逆向思维，勇敢地对抗群体的非理性。所以，学习芒格，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套思维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继续随波逐流，在快节奏的喧嚣中焦虑，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清醒的慢行者，对抗浮躁，回归本质，追求一种更深刻也更从容的内心宁静。在当下，这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从明天起，不妨尝试一件芒格式的慢食，可以是用半小时读一本真正的书，而不是刷手机；也可以是拒绝一个你没想清楚的请求，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智慧和力量吧。